们这个计划叫做可置换式低碳排智慧绿建筑，主要是整合创能、储能、节能三大重要的能源科技技术，并把它落实在一个实际的应用场域。除了做技术研发以外，我们也会做现场的示范展示，以便于让一般的民众或者学生能够有亲身体验的这个机会。我们这个低碳的智慧建筑呢，基本上可以做到非常接近零耗能。创能部分装置有8000瓦的太阳能发电，搭配在储能部分呢，我们有21度电的锂电池储能系统。所以在充饱电的情况下呢，每日耗电量10度电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般家庭大约2天的这个耗电使用。再加上有太阳照射的时候呢，那可以延长这个使用的时间。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太阳的话，我们另外装有一套氢能燃料电池的辅助发电系统。这套5000瓦的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呢，可以额外再延长的使用时间。这套建筑呢，在能源的提供方面呢，是可以有多种选择，所以是一个非常具有能源使用弹性的节能屋。这个计划呢，总共分几个分项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各个分项的主持人再做更详细的介绍。要将这个货柜建筑变成节能的绿建筑，第一个手法就是要解决外墙的隔热问题。我们采用的方法称为隔热蓄热外墙。最外面的第一道就是所谓的冷屋顶的涂料。在冷屋顶的涂料当中，我们有加入高反射跟高放射率的一个物质，可以让大部分的一个太阳辐射直接反射在户外，因此这个温度呢，它可以降低，可以说是第一层的一个防护罩。而在货柜里面，我们涂覆了相变化砂浆。相变化砂浆呢，可以将穿透要进入室内的一个所有的热，能够蓄积在砂浆当中。而这个相变化材料呢，白天的时候蓄积的热，当晚上可以透过货柜高穿透率的一个特性，将夜间储在砂浆里面的热快速的排除。在室内侧呢，我们还有加装了9公分的一个隔热棉，可以阻挡最后的一个热量进入室内。这样子的一个隔热蓄热外墙，它的热穿透率，也就是 U 值，可以达到1.5瓦米平方 K。我们共同的研发台湾的一个创新的隔热纸，可以反射大部分的一个红外线太阳辐射，但是具有高透光性以及高的一个遮蔽系数，因此这样的隔热纸贴附在一般的一个轻玻璃上面，它可以达到台湾的一个绿建材高性能节能玻璃标章的一个评定的基准，它可以节省空调耗电12%。解决货柜建筑隔热的最后一道方法就是屋顶隔热。我们在这个货柜建筑中，我们使用了隔热毯铺在这个货柜的上面，达到隔热的效果。同时，我们采用的是双层屋顶的设计，它的中间层有空气的流动，可以将累积在这个屋顶的热量带走。最外面一层，我们铺设了8K 瓦的太阳光电板。太阳光电板不只会产生电量来供我们这个建筑物使用，同时它具有遮阴的效果，可以降低屋顶的表面温度。我们这个系统是电力品质监控系统。那这个系统主要在做整个供电系统监测它供电的状况稳不稳定，那也会影响系统到底这个运作的状况能不能正常的去动作，正常的供电，甚至发生异常的时候，能不能快速的发出一个警报给系统的管理者。这个系统是整个货柜屋的储能系统，下方就是整个储能系统的电池。储能系统是一个直流电源，在转换到我们的整个货柜屋的用电，室内用电必须透过上方的逆变器将直流电源转换成交流电源。那所有的太阳能发电都会透过这个电池来做储存。那我们的系统呢，透过电力品质的调节，在逆变器这边做电力品质的监控，那可以让整个供电系统达到稳定，在发生异常的时候，它也可以快速的切离整个系统，
那在遇到像雷击或者是突然间断电这样子的一个异常的状况的时候，它都可以启动相关的一个警告讯息，那通知系统的管理员，以及做适当的系统的调节，维持整个供电系统的安全。智慧绿建筑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项目呢，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到我们由北科大团队呢来做的一个监控的系统，所有跟人居住空间居住品质相关的参数，它受到温度、湿度、环境的风速、CO2 浓度、日照量，还有它本身的衣着活动量的影响。除了本身的衣着活动量无法量测以外，在这个房间里头呢，我们都透过各式各样的感测器，那么来抓取相关的这个系数，并且呢去做出及时的记录。我们除了开源，也应该要节流。那我们除了有太阳能板去做能源的生成以外，我们也有利用我们的平台去做节能的控制。这个平台呢，我们整个监控的时候，我们会做耗能的评估，跟我们储能量的状况去做一个需量管理的控制。比如说，我们的储能电池只剩75%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出告警。那如果降到50%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动关闭一些比较不需要的设备。那降到25%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再产生一个告警，关闭一些比较用电量大的主要设备。那当然使用者可以进行反馈，他不希望关掉这些设备的时候呢，他才可以再开启，那这时候我们才会进行市电的使用。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一整个建筑简直就是零碳的建筑。这边所介绍的是我们这个计划中开发出来的可置换式节能空调系统。那我们一般在空调做热交换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制冷，就同样是把屋里面的一个热把它移出来。那我们的热移出来以后，就要借由外面来把它散热散掉，然后这散热散掉也是一种能源的一个消耗，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散热的热把它收集起来，像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用一个桶子来把它加热，然后加热以后可以加热热水。一般我们要洗澡所用的热水呢，我们就不需要再用瓦斯或用电来去做加热，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空调系统里面的一个余热来做加热，就是一个节能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水桶，这边是制冷，我们这边的这个是室外机。室外机的话，我们的整个冷媒是放置在这室外机里面，所以一边是制热，另外一边是制冷。像这边就是冷媒进来，它是制冷，所以我的水在里面会被降温。那我的水降温以后呢，我借由pump打到室内去，那我的室内就会有比室温低的一个水到里面的一个热交换器，我们所谓的一个蒸发器，去做我们的一个跟室内的空气做个热循环，把空气里面的热就由水带出来，所以里面就会冷却下来。好，那带出来以后呢，我们这边的热就到另外一个桶子去把它蓄热去起来，然后就这个储能的系统。我们的能源的效率呢，就比我们的普通空调系统来高，而且有个好处是说，我们如果走水路的话，我们的冷媒就不会在这个很复杂管路之中容易有泄漏的一个现象，这样对我们环保也会有帮助。这边要介绍的是我们这套可置换式节能空调系统里面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讲，我们室内空调或者我们室内的一个控制，我们会逐步的增加，或者区域性的增加。那如果我们的控制器没有具有扩增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或许要另外加一套系统。所以我们可以针对我们不同的需求，我们用这个卡，我们来做我们的设定。然后如果我们需要增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卡再予以增加。而且我们所需要的控制的功能，我们可以事先把它这个卡里面设计好，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的中央空调的一个控制器来做我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控制。我是分项5负责室内光环境的北科大谢坤学，我们的团队的主导老师是周景金教授。今天我跟大家做一下有关高龄者的居住空间的光环境的智慧照明的说明。这一次科技部的计划里头，我们针对光环境的这个照明控制系统，我们主要分成4个主要的一个部分。第一个，我们是透过定时器的这个安装来做一些户外照明的灯具的点面的一个控制，透过一个红外线感测器的一个方式运用在走道的这种所谓的一个照明，作为空间在互动的时候去做灯具的点亮的一个使用。第3个的话，就是在一般其他的一些阳台啦，或者是一些储藏室的空间，我们建议适宜采用一般传统的开关方式
来到照明控制的一个目标跟节能的目的。针对控制系统来讲的话，那在整个生活情境的空间里头，我们借由智能的这个控制系统来做到情境的控制。在高龄者的居家卧室的模式里头，我们提供了几个场景。第一个是主灯的这个照明模式，第二个的话是我们透过一个阅读模式的方式来提供照明，第三个话是我们透过一个休憩活动作为空间的一个休息照明，第四个的话是一个睡眠模式，提供睡前一个舒适的一个照明的模式。针对在盥洗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一个在空间场景上的一个盥洗，而且能够达到节能的目的的一个照明模式。那甚至在起床的时候的一个晨唤模式，来带领我们迎接美好的一天。利用机器视觉将影像这种高维度的资讯应用于人机界面、生物辨识乃至于自动化检测，已经十分成熟。在这项计划当中，我们利用实验室过去所开发的这个影像技术，应用于节能系统。以智慧照明为例，我们可以搭配人脸辨识的这项功能，去记录使用者他对于光场的强度以及颜色等喜好的个人因素，整合进这个照明系统当中，以达到人因的功效。利用相机将大面积的场域环境做即时以及快速的反馈，除了可以节省许多侦测器的安装以及维修外，我们可以进一步结合目前发展快速的 AI 技术，开发像无人商店、然后智慧医疗等不同应用场域的面向。这个节能屋呢，建设完成以后，我们会模拟实际的生活的情境，去收集大量的用电的使用数据，同时配合量测当地的气象资料之后呢，会做大数据的分析。那从这里面呢，去探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如何透过能源管理的手法来降低建筑物的能耗。中央大学机械系，同时也是教育部在桃竹苗区的节能人才培育资源中心。这个场域呢，除了提供研究使用以外，也会当作我们在人才培育计划的一个实践基地，那提供学生来这边参观学习相关的这个能源技术。